大家好，我是脖子。今天呢，我要来分享我近期最爱用的3款 iPhone MagSafe 周边啦。这部影片没有业配，只是想来介绍一下我最近最喜欢的这几款。那最后一款是我最爱的，所以可能会占比较多篇幅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第一款就是行动电源，因为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，就是人手一台，所以我就放在第一个讲。我原本有买的是 iWalk， 它这款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插在你的手机下面。不用挂一个行李的感觉，但是结果我买了之后，在演唱会上面充饱电2个小时，还没看完就没电了，害我跟我姐要轮流拍影片，超级好笑。那我最后买的是 Lapo 的多功能无线充这一款，我从3年前就开始用了，自从拿 iPhone 13的时候，因为12就开始支援 MagSafe 了，所以我就买了那时候到处都在团购，到处都在讲的 Lapo 无线行动电源。我买的好像是第1代的，现在已经有出到第2代，有第3代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线会比较稳固一点，那这方面也是1代的问题，我们等等讲，反正他们已经改善了。那这款主要就是它自己就有插头，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另外带一条线来去充行动电源，那它也可以直接 MagSafe 吸在 iPhone 后面，非常方便，像三星之类的手机也可以。然后它还有配2条 Type-C 跟 Lightning 的线，但是呢，它的缺点来了。就是因为它1代的线非常脆弱，平时这样连接手机一定是拔出来的嘛，所以就会在外面扭来扭去、凹来凹去，到最后你想要用线充手机的时候，你就需要找角度，然后也充不进去。但我换手机之后，它2条线的优点就凸显出来了，因为 iPhone 16是 Type-C 的，所以我就不用再换行动电源了，超级方便。那大家如果有想要换行动电源的话，可以去买他们的2代，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那再来是第2款我在淘宝上面买的图拉斯 O-Stand Pro MagSafe 支架防摔手机壳，应该是这一款啦。我看台湾官网长得蛮像的，不然就是 OES 支点壳。我那时候就是刚换 iPhone 16 Pro 就马上用了这一款手机壳，然后我买的是沙漠金的款式。原本是想要用太空灰的来配，感觉会更好看，但是这种米色的金感觉也不错，所以我就用到了现在都没有换，也没有什么看不惯的地方了。这款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背后的支架，它可以旋转，然后想要立在什么角度都可以，很好用。我自己自创的一个在台北边玩电脑边看影片的用法，就是架在荧幕上。超级稳，而且完全不会掉，就不用一直去低头去看 iPad 之类的。这会不会是很冷门的用法？就是大家介绍的可能都会说，哇，这可以放在桌上边吃饭边看影片，然后边录影。但是这个大家应该都可以吧？就是有支架的，所以我就讲这种比较偏门的。而且它的拍摄按钮有露出来，不会很难按，旁边也有可以缓冲的斜度，所以你手机一拿出来，你就可以按到。刚出手机的时候，很多家厂商都有出一些 MagSafe 的壳，但我最后都没有选择，就是因为图拉斯这款有支架，颜色也蛮好看的，价格也不会比那一些只有磁吸功能的壳贵，所以我最后就选择图拉斯了。那我为什么在淘宝买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有台湾官网，我现在看感觉也是淘宝的比较便宜，所以大家可以货比三家一下，要去哪个网站买比较好啦，都可以。那第3款压轴的就是我最近最爱用的 MagSafe 固态硬碟，十全 Team 出的磁吸外接式固态硬碟 Portable SSD PD20M 啦。那这个部分也没有业配，但是我用了1个月之后的心得。我一开始买这款就是因为我很常用手机来拍影片，然后也很常在外面的时候空间就突然不够了，然后我的手机每次拍影片还要传电脑，还要用 Type-C to Type-A 的线，不然就是要传云端，然后再下载下来。这2个都很浪费时间，那前者的传输速度会被拉低，而且有可能会被中断不稳定，而且传云端本身就很吃自己的网络，所以又更花时间，所以我就一直在查资料，看看有没有产品可以直接解决我的需求。那刚好我需要手机增加空间，然后跟快速把素材传到电脑，就是 Portable 的 SSD 啦。强调携带式呢，就是因为在外面连手机就是需要追踪。那这款很特别的就是它可以 MagSafe 直接吸在后面，所以你不用担心拍影片的时候你还要去扶它，那边荡来荡去，或者很像拍摄的时候手会卡住，但它也没有高科技到可以直接磁吸在后面就高效率的传输档案。如果可以那样的话，应该要靠蓝牙或者是 AirDrop 吧，效率不会太高。那这个磁吸功能呢，也可以直接吸在电脑的主机旁边，这样如果不小心撞到的话，你不用担心档案会坏掉，因为它真的超级稳的，直接吸在那里，所以你自己就可以很放心的去传输档案，不用时时去担心它会不会突然中断。那这款它的名字
字呢就直接写了它可以1秒传20GB。我之前的 SSD 就是买那种 Lightning 头的，害我现在没有办法用，而且它其实也没有传到很快，而且我感觉它应该是随身碟，但是商家说它是固态硬碟，反正它就是会一直画面跳掉，然后不能稳定的输出。那我现在换了 iPhone 16 Pro 就需要 Type C 的，这一款就是完全为了 Type C 头的 iPhone 设计的，还是这种 USB 3.2 的规格。像这种跑这么快的 SSD 就可以用来拍我之前稍微提到过的 ProRes 的格式啦。你用这个格式拍影片呢，完全不会经过手机的储存空间，就直接储存到 SSD 上面了，超级赞。但是呢，我的桌机只有 USB 3 Type A 的，所以它最高只能跑10GB， 有点可惜。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另外买的转接头，它就刚好可以跑10GB。虽然这个效率变低了一点，但是还是可以接受，因为我之前都是跑那种300MB 啊400MB，有时候可能也只有60MB。所以一下跳到 GB 等级的我就很开心了。而且你们看它有多薄，它连1公分都没有，比 iPhone 16还要薄，甚至它的重量只有40克，我的手机壳可能就比它重了。但是因为官方还有送那个收纳盒，所以我都直接把它放进收纳盒里面，一整组包含线，这样就比较不会遗失。但是你也可以直接放在口袋里。也很方便，所以就看大家怎么选择啦。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说东西不要一次买太大容量，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碰到紧急状况的话，有大容量还是会比较保险，不用删掉以前的东西。然后我现在用这款 SSD 都是用来储存我拍摄的影片啊，然后跟直接用来剪片，因为它真的跑得蛮快的。我只有在桌机剪辑的时候会比较担心一点。那我选择十全 Team 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大公司的品牌，然后也在做记忆体的领域蛮久了，所以就算之前有在团购网看到类似的产品，我还是果断选择了大公司。毕竟如果答案出问题的话，后续的损失赔偿跟保固也很重要。那这款的保固有3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而且应该足够了吧？那这款的价格也不会很贵，1TB 只要3000有找。我看到很多这个规格的，可能都快5000了。我本来是有在看三星的 SSD， 但是看到有一些灾情啊，然后价格也贵了1倍，不然就是要自己组 SSD。那如果我出问题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所以综合考虑下来的话，我还是选择了十全这款的 PSSD， 很方便使用，然后也很符合我自己的需求。但我有可能之后再多买几个来备用，那就推荐给有需要的大家啦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。今天主要就是分享一些我用起来比较有感的 MagSafe 周边，其他不是很雷，不然就是很稀松平常的，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分享。但是大家如果还有想要看我做这些配件或者是爱用品的分享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然后我可能也有讲错的地方，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啦。好，那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喜欢、订阅加分享，然后记得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我最新的影片，还有追踪我的 IG。好，大家拜拜。